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今天的故事来自玛丽不说话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环卫工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只为尽自己所能，行行业之职，使城市变得更美好。他打从心眼里为父亲感到自豪，更用这篇回忆性文字作为给父亲最温情的情书。我的环卫工父亲，作者玛丽不说话。父亲1959年生于湖南，后来在江西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2011年又重回祖籍所在地。2012年，因为常年劳累不能再干重活，父亲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份环卫工的差事。一开始去，他就被分到了城市最为繁华的地段，而且还被任命为那片街区的组长，管着同一组的其他4个人。我原以为父亲做了环卫工后会轻松一些，无非就是提着篓子，看到哪儿有垃圾就捡捡，其他时间巡视巡视而已。某天，母亲给父亲替了几天班后回来告诉我，环卫工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一天里不能偷懒，特别是你父亲负责的这片区域，人流量最多，也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，上头的人会时不时来检查工作，假如看到该归你负责的地方躺着垃圾，那就要扣钱，一次50元甚至更多。我心里感到一阵痛惜。我知道父亲1个月的工资才2000出头，几年了，工资却雷打不动，即使他是领班，1个月也只比别人多80元而已。那你累了也是可以休息的吧？我忍不住往下问，毕竟听了母亲一番话，才发现父亲做的这份工作与我想象的不一样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记得那天来回走得太累了，刚想找个地方坐会儿，便冒出一个人叫我赶紧起来继续干活，不许偷懒。后来才知道那是上面的领导。母亲一边说着，一边显露出无奈的神情。1年365天，我从未见过父亲作为环卫工有过节假日，甚至大年初1他都要准时准点的出现。1年4季，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，即使天上下刀子，我还是必须要去工作。父亲说出这句话的语气倒丝毫不像抱怨，似乎他早已习惯这份特殊的职业。不习惯的反倒是我。我经常记不住父亲具体的上班时间，大致就是3班倒。第1个班是夜里4点一直到下午1点，第2个班是下午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，第3个班是中午12点直到晚上9点。这3个班依次进行，假如临时有事，需要及时和他人商量好，做好交接准备，避免负责的区域无人打理。第1个班是最辛苦的，这也是父亲1个人睡在1楼的原因。因为从家里出发需要骑行40分钟左右，天很黑，还需要小心驾驶，这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。父亲不得不凌晨3点起床。我们睡在2楼，总会在睡梦中依稀听见摩托声响，那是父亲出发去上班了。
家里除了母亲以外，就只有父亲能记住自己每天的作息了。为了省点钱不在外面吃，父亲通常都是带母亲准备好的中餐或者晚餐去上班。因为常年在同一片区域，他自然而然与周边的商家还有小摊小贩熟络起来。他经常借用某个商家的炉火，将带的饭热一热，10分钟左右，吃完饭又继续干活儿。而除了上厕所，就只有这10分钟能当作放松休息一下的。父亲所在的那条街道有许许多多的手机店，因为是市中心，所以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，这里都会做促销宣传。几乎每个店门口都站着2个手捧传单的年轻人，从早到晚见人就发上1-2张，也不太在意路过的人是不是真的需要。一天下来，一整条街遍地是传单，有素质一点的会扔进垃圾桶，但还是有大量的躺在垃圾桶旁。五彩斑斓的传单，很多被风转移到人行道中间。父亲要做的便是不停地扫，不停地倒垃圾，不停地拖着废品车去垃圾处理点。有时父亲也会失去耐心，若是被父亲撞见不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路人，就要被他一顿吼。我也不愿意吼他们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劳动成果都是平等的。虽然我没有读多少书，但是年轻人受的教育都比我多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为什么不能彼此尊重一点呢？父亲说出这大段句子，语速却飞快，是真的激动，也是真的无奈。春夏秋冬几度更迭，父亲始终坚持着这份工作。日积月累，父亲也有了几个朋友，都是同事，相处久了变成了朋友。他经常会从家里烧些蔬菜带给他们。那老陈无妻无儿女，挺可怜的，这些菜应该也够他吃几天了，省得还花钱去买。在环卫工这个行业里，像老陈这样无依无靠的人很多，像父亲这样腰背不再健硕，不能做重活的也很多。都是上年纪的老人了，各有各的苦，交换苦，又继续咀嚼着各自的苦。而母亲作为一个收拾家庭的主要能手，一度受不了父亲每天往小洋楼里拖各种纸板、矿泉水瓶、废铁、废家具等，把新家里里外外霸占着。这还像个新楼房吗？这能换几个钱？还脏得要命。母亲对我抱怨时语气强烈，我知道她其实是在心疼父亲，也心疼房子。他懂个啥？瓶子5分钱一个，有些大的还8分钱呢，只是3毛钱一斤，啤酒瓶是4分钱一个，废铁废金属就更值钱了。这样日积月累，我1个月能换200左右呢。父亲会在我抱怨的时候解释给我听，听不出心酸，反倒有几分成就感。我家的狗这几年却始终肥硕，因为开饭馆的商贩听父亲说家里养了狗，就主动将剩的饭菜留给父亲，父亲也就每天不厌其烦将剩菜剩饭带回来喂给狗。他的食物碗里永远不缺货，他也永远吃不完。作为千千万万名环卫工的一员，
父亲还被采访登上过头条新闻。新闻大致是呼吁人们不要将吃完的烧烤竹签随意往垃圾桶里扔，因为会扎伤环卫工人的手。那里面赫然出现了父亲的名字，还有照片。父亲被扎的一道很深的裂口图也被穿插在文字里。父亲的手上满是不能洗净的污秽，黑黝黝的，充满千秋万壑的伤痕。我想到初中美术课本里那幅有名的肖像画，父亲。只不过画像的父亲象征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而我父亲的这只手却代表着数千万的环卫工人。哎呀，这是常事儿，习惯了。我都是硬骨头，这点皮肉伤不碍事儿，涂点药就好了。电话里，父亲显然不习惯我突然对他这份工作的关心，也并不把那次受伤看得很重，反倒是再三叮嘱我发感谢信给把他写进新闻的主任。今年是父亲做环卫工人的第6个年头。我现在没有做代班组长了。那天我在那个主任面前因为一件事替我的手下说情，他以为我是在骂他，当场决定不让我再代班，派我来这里了。在电话这段，我脑补着父亲当时在主任面前情绪激动、嗓门巨大的样子。算了，我现在在这儿挺好的，不做代班人也没有那么累了。这边街区没有那么多人，垃圾废品少了很多。至于那个主任他误会我，我也不怪他，过去的就算了。时隔几个月，好强的父亲做什么事儿都要力求做到最好，自然心中还一直惦念着这件事儿。我知道他不甘心失了面子，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。你呀，好好工作，工作要学会变通灵活，不要像我一样一板一眼。当然我不是叫你去阿谀奉承啊，但你要处理好你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同时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如果不够热爱，也一定要尽职尽责。我做到60岁就懒得做啦，你们也大了，我也累了。我想象着父亲举着手机，满头白发的站在落叶间，淡淡的将这句话说出口。风晃动着他的工作服，背影看过去，还是那几个字：某某区环卫。